那今天呢，我们来教你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创建一致性的人物。那你之前去创造一致性的人物呢，要么是使用 LoRA 要么是使用 POID 这样的技术。但是我们知道对于 Flux 来讲呢，自己去训练 LoRA 呢，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技术呢是阿里巴巴的叫 ACE 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它翻译过来呢，我们可以叫做通过上下文感知内容填充基于指令的图像创建和编辑。那通过这个呢，我们大概能知道就是它通过这种上下文的感知叫 context。那一旦说到 context， 你会想到什么呢？就是 context LoRA。那么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呢，这个技术非常的流行，那我们可以通过 Context LoRA 呢，可能去创建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图片。那我们可以猜想 Context LoRA 呢，其实也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研发的成果那你可以认为 ACE 呢是 Context LoRA 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看一下它目前的这个效果。那我们重点是基于提示词来对我们需要的图像呢进行编辑和处理。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内容首先呢有主题驱动叫 subject driven。那主题呢一般指的就不是人物那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 logo 形象，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提示词把它放到某一些场景里边。现在呢可以将这个 logo 呢给它放到一个牛仔裤上面，那这个呢就是把它放到一个钱包上面。那同样这样的一个玩偶的形象呢，我们可以放到各种各样的场景里边。那这个狐狸形象也是这个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肖像的这个产生。那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人物，那我们可以呢改变他的穿着，改变他的形态，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场景里边。大家看一下做的都是非常棒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当然它下边还有很多的内容，这里边呢还有一个编辑的部分，这个我们下节课再给大家去说。我们就先说关于肖像这个部分。那么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呢，可以这样去做就是你点开它在抱抱脸上的这个主页，就是 Models 这个部分。那 Model Card 里边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内容，这个我们就不细看了因为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那我们可以点开 Files and Version， 然后你可以找到 Portrait， 因为我们现在重点是说这个肖像的部分嘛。那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名字就非常有意思，叫 ComfyUI Portrait LoRA Save Tensors。 那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 LoRA， 它用在哪儿呢？用在 ComfyUI 里边，所以说它是在 ComfyUI 里边可以直接去使用的。那我们可以利用它呢，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说的一致性人物这样一个目的。那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下边呢来给大家测试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创建一个空的工作流。那在搭建下面工作流的前提呢，你需要将这个 LoRA 给它下载下来，放在你本地的 LoRA 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现在呢把它放到 ACE 这个文件夹里边，它叫 ComfyUI Portrait LoRA。下边呢，将你的 ComfyUI尽量的更新到最新版下边我们来搭建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是基于 Flux 的 Input 技术的，所以说呢用的是那个 Flux Tools。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工作流。那下边呢，我们从头给大家搭建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加载一个 Diffuser 的模型 Loud Diffusion Model。我们下载的是 FluxFill 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官方提供的是一个 23G 的，还是比较大的。那在 Civita AI 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FP8 版本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那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这个模型的地址，叫 FluxFill FP8。那么大家呢把它下载下来就行了，大概呢是11个 G。然后呢，我们需要加载上这个 LoRA。LoRA 的话呢，你可以采用完整的这种 LoRA 的加载，我们将 ACE 的这个给它连上，那将 Model 给它连过来。这儿呢，同样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Clip Loader， 当然是一个 Flux 版本的那我们把上面选成 Clip-i， 下面呢选成 T5， 类型呢我们选成 Flux， 那 Clip 给它连过来。这个你用那个仅使用模型加载 LoRA 这个也是可以的。下边呢我们来加载 V1。
这个就是我们 Flux 的唯一。在这个工作流里边，最核心的技术呢，其实是这样一个节点，叫 Input Model Condition。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连接这个部分，我们给它创建一个提示词的编码器。在这儿呢，我们需要加一个 Flux Guidance。在 Input 版本里边呢，这个值呢是30，那这儿连过来。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空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Zero Out 空输出。连过来，这样的话呢，这个条件就不起作用了。然后呢，我们将 VE， 下边呢就是我们构建这个 pixel 和 mask。注意啊，在 input 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选成 false。那构建这个重绘的区域呢，就比较有讲究了。首先呢，我们先来 load 一个 image， 随便来上传一张图片。比方说呢，我们上传一个这个，大家看一下啊。由于它是一个 context LoRa 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在右侧给它补上一块，让它根据左边来绘制右边。这个技法呢，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可以采用一下 resize， 先把它重置一下大小。这个用的是 KJnode 的，无所谓。然后呢，宽度我们不约束啊，我们只约束高度，所以说宽度我这儿制成0。但是呢，我会将这个保持比例呢给它选上，这个选哪个都行啊，我选这个。那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张图片，注意它本来就是个1024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没有问题。然后下边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下 Pad Image for Outpaint， 那就是我们现在给它扩充一下。你注意啊，是往右边给扩充，扩充多少呢？你注意我这儿是扩充1024个，由于我这个 height 是1024啊，所以我就偷个懒啊，我直接这样连上就可以了。然后 Image， 那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下边呢我们可以 Preview 一下Image and Mask。那我把图片连过来，我把 mask 也连过来。注意啊，这个羽化值呢，我们给它设成0。然后为了看得清楚，我把这个颜色改一下啊，改成一个品红色。大家注意啊，现在呢就是我在右边补了一块1024乘以1024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它连过来。下边就是 Ksampler 我们的采样器。正向的条件、反向条件 latent， 然后 model。注意啊 ，model 连的时候，中间呢，我们为了让它具备像素点的绘制能力，会加一个差分网络。然后呢 ，VE decode， VE 连过来。这儿呢，我们保存一下图片，参数稍微调一下啊。种子我这儿不设定，20不采样，然后 1.0， 这儿 Ola normal 啊，基本上就这样。你注意啊，这个关键是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首页里边，那我先把翻译给它关掉啊，要不然影响我们预览。你进到这个肖像一致性的生成这个领域里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个提示词的写法。那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挑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暂时呢，我们先这样写啊，注意前面不要有空格。我把这给它改掉啊，我改成 face。就是说我们现在保持这个脸，然后把 girl 呢换成 woman。这个是因为 Flux 模型本身对于 girl 呢，它绘制的那个人物偏小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提示词的细节上呢还是要注意的。那我们下边呢来跑一遍，大家看一下。大家注意啊，我现在呢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人物，大家看一下一致性还是很强的。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人物呢穿的这个警服嘛，因为我这儿写的是他要穿一个警服，所以说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我们可以再跑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警服的这个元素，但是人物呢就稍微有些问题，对吧？就不太像了。我们大概能看出来有一些一致性的要求，这个里边我们需要稍微做一些调整啊，调整的内容呢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guidance 呢，我们给30是不够的啊，我们建议大家给50。那我们再跑一遍，大家看一下这个警服的特点呢能展现出来啊，人物的这个特点呢也能展现出来啊，一致性还是比较强的。当然就像我说的啊，它呢其实不算是很稳定的一个模型，所以说呢你在不断跑的时候呢，你得到的效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另外提示词呢，我们除了描述外观之外，尽量的描述它在干什么。那我现在只说了这个
人呢是穿着一个修身的警服，然后后边没说干什么啊，所以说呢你可以稍微改一下，我们把这儿换成一个，它现在是个动词嘛，是吧？它后边的动作呢我们给它补上，所以说这儿呢我们这样写。我们看他是在干啥啊？当然这个你怎么写都行，就是现在呢我是说他站在一个麦克风前边，可能是在做一个什么报告，就是我们不光要有这个衣服外形的这个描述，尽量呢要有动作的描述，这样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最起码呢可能不会出现只有一张脸加上一点衣服这种情况，因为它必定有一定的动作嘛，对吧？他在这做一个报告，前面有个麦克风，那景别呢就会拉远一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人物呢可能也会更完整一些。大家看一下啊，虽然这个不是个景，但是呢我们能看一下一致性还是很强的。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它跑着下一个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值是怎么来的。这个值呢不是我猜出来的啊，你可以进到它的 GitHub 的页面上，大家看一下啊，在它主页里边我们可以进到 code 里边。然后呢，你可以点开这个 info 啊，就是它自带的这个代码。那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参数。第一个就是它的输出呢都是1024乘1024，就是说你最终输出的那个重绘的部分啊，一定是1024乘1024。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之前需要把它的高度限制成1024。另外的话呢，就是你看下边啊，它的采样步数呢是28步。然后这个 guidance scale 呢是50，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我猜出来的啊，是它代码里边就这样写的。大家看这个，这个效果就非常棒了。那我们经过几次调整，经过抽卡就可以得到不错的一些效果。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你想让它的效果更好一点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去处理，就是我这儿加一个 auto crop face。因为你要注意啊，脸的这个景别可能对于整个的效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它应该在胸部以上啊，这样会更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拉到10，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截取一下脸，因为我们这个节点就是用来控制脸的嘛。然后这个比例我选的是1:1，为了保证它最终出的结果是个方的。然后呢，我们可以 preview 一下，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就是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人物的景别啊，它就会拉得比较近。那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我们再把它连过去，那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好一些。你注意啊，它官方认为是28步嘛，所以说我这儿也28步啊，其实20步和28步呢差别不大。再看一下，那这个效果呢就更好，而且更稳定啊。我们再跑一个。好，大家看一下，人物的一致性呢会变得很强，对吧？这个整个输出状态更加稳定。我们抽了几次卡，这个我就不继续抽了啊，因为时间呢还是有点长，对吧？那我们换几个图片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换一个这个吧，大家看一下。同样呢，我们会把它的脸呢给它弄出来啊，大概是胸部以上的一个构图。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能体现出来，和我们参考图里这个女孩呢是同一个人物。大家看一下，这个服装没有体现出来，对吧？但是场景是对的，人物一致性呢也是比较强的。我们再跑一个，顺便给大家提一下，在这个里边大家不要使用那个加速技术，不管是 Tcache 还是 Wave Speed， 这个尽量的呢不要使用，因为呢那个必定是针对我们的 Flux 的 DAM 模型啊，就是纹生图的模型去调的，而不是针对我们的 Fill 模型去调的。所以说有可能会加速，但是质量可能得不到保证。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这个一致性还行，稍微有点牵强是吧？不用去管它。下边我们再来换一个，我们选这个。这个的比例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即便我是使用1:1的比例去裁切人脸，但是裁切出来可能并不是一个方形的，因为它本身呢太长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它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方形啊，但是我们尽量的保证输出的是一个方形。注意啊，在这个工作流里边呢，输入如果不是方形的话，输出效果会打折扣，就是你尽量的保证它是一个这个方形的图片，就是裁切出来是个方形的。那如果你保证不了，其实呢也是可以输出相应的效果的。我们来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人物的形象应该也是非常明显，对吧？是同一个人。我们可以再跑一个，但是它的这个构图有的时候会比例失调，这个还好啊。大家看一下，
人物一致性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用来干嘛？由于它的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因为有的时候它出来的那个图片的确质量会比较差，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生成 LoRa 的训练数据，然后去训练你的 Flux 或者是混元的 LoRa，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ACE 的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其实呢，你可以认为是 In Context LoRa， 也就是上下文 LoRa 的一个升级，它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啊。目前模型呢也没有完全的放出来。那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生成的部分。那其实下边呢还会有编辑的部分，尤其是人像的这种编辑。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大家呢可以自己试一下，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